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日常对话错误。小美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大明，我挺好的。你呢？今天咱们聊点有意思的。什么事让你这么兴奋？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？好心帮忙却被当真拒绝。哎，好像还真有这样的呢。怎么，你最近碰到了什么？是啊，前几天我请朋友吃饭。哦，然后发生了什么呢？我问他想喝点什么饮料。他说不用了，你随便。这听起来很正常啊。我就真的没给他点饮料。哈哈哈，你真是太逗了。结果他后来有点口渴了。哎，我当时觉得很困惑。这是典型的文化沟通差异。啊，怎么说呢？我不太懂。有时候我们说不用了，其实是一种礼貌的客气话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以为他真的不需要呢。对啊，想象一下这个场景。你去朋友家做客拜访。是啊，有过这种经历。朋友给你拿来一些水果，你会不会马上说不用了？我会的，这已经习惯了。可是你心里真的不想吃吗？有时候心里其实是想吃的，但怕会麻烦到别人。这就是日常对话中的错误了。但它不是真正的语言错误，而是沟通理解上的误会。对，对方以为你真的不想要。那我们到底怎么来区分呢？这就需要我们多观察了。比如，看看对方的眼神。眼神，这听起来好难啊。或者，你可以再问一次。你确定真的不用吗？哈哈，这办法听起来不错。别让好意变成了尴尬。没错，这种误会很常见。很多时候，礼貌是主要原因。我们是不是都遇到过呢？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分享哦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尽管说。中国人是不是很喜欢客气？是啊，客气是传统美德吗？但有时客气会让人误解。比如上次我请朋友吃饭。怎么了？他没来吗？他说太麻烦你了。这不是典型的客气话吗？我以为他真不想来。结果呢？他其实想来吗？后来才知道他等我再邀请。哇，这真是太复杂了吧？对，这有时叫欲拒还迎。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呢。中国人有时习惯推辞一下。是为了表示谦虚吗？对，显得不那么急切。那要推辞几次才算懂？哈哈哈，这没有标准答案。听起来有点像猜谜语。但通常第二次邀请是真诚的。哦，就是说要再坚持一下。没错，这是一种社交礼节。看来要多留心言外之意。还有一种情况也很有趣。
什么情况？快告诉我。比如你夸赞别人衣服好看，那他应该会很开心吧？他可能会说哪里哪里。你们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想？或者说随便穿的。我可能会觉得他不领情。其实这是一种谦虚的表达。啊，我以前都误会了。中国文化讲究含蓄内敛，所以不喜欢直接接受夸奖。对，怕显得自大或骄傲。这种文化真是有意思。这也是为了给对方留面子。留面子，怎么理解呢？你夸我，我再夸你回去。互相赞美，达成一个平衡。哎，我想到一个尴尬经历。快说快说，我爱听八卦。我有次说朋友厨艺真好，然后呢？他说哪里哪里。他说你做的才更好吃。这不是客气，是挑战吧？哈哈哈，我当时就懵了。看来这个面子学问大。远不止这些呢，还有很多。那我们下次再仔细聊聊。关于更深层的文化。比如怎样巧妙地拒绝呢？这个情况真是太普遍了。是啊，直接说不很难。对，感觉有点不给面子。那你通常怎么处理呢？我有次被朋友邀请唱歌。哦，你对唱歌不感兴趣吗？其实想去，但那天生病。啊，那就更难开口了。我说，下次我一定去。哈哈，这招很管用啊。然后又说，我今天状态不好。这样既拒绝又不伤人。对，给彼此留个台阶下。留台阶就是顾及面子。没错，中国人很看重这个。为什么不能直接说不行？可能觉得会破坏和谐感。好像是为了避免冲突，对吧？我们倾向委婉表达。曲径通幽，语言也是这样。说到这里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快告诉我。以前还有谦虚过度的说法。谦虚过度，怎么讲呢？比如你夸人家，他拼命否认。啊，我好像遇到过这种。对方一直说哪里哪里。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接了。大家觉得遇到这种情况，应该如何巧妙回应呢？比如朋友请你吃饭，你太客气。我有一次就闹了个笑话。发生了什么？快分享一下。朋友请客，我一直说不用。然后他真的没请你吗？他真的没再坚持，我就饿了。哈哈哈，这误会真是大了。我以为他会再劝我一下。他可能觉得你不领情了。所以客气也有度啊。太过客气反而会让人误解。感觉像是在拒绝好意呢。对，这就要靠经验积累了。真的，日常生活处处学问。还有送礼物也是大挑战。哦，这又有什么讲究呢？
比如有次我送朋友小礼物，结果他问了礼物价格吗？没错，当时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是啊，问价格真的让人尴尬。对，感觉很没礼貌，对不对？毕竟礼物心意更重要嘛。我只好模糊地说小意思。这很符合中国习惯。但他好像不相信的样子。有些人可能比较直接吧。所以送礼也是门大学问。是的，尤其是第一次送礼。还有请客吃饭也常出问题。哦，这又有什么情况呢？比如你问想吃什么，然后对方说随便都行，结果你点了，他们不喜欢。哈哈，这太常见了。很多人嘴上说随便，心里有数。哎，这真是太考验默契了。对，这是典型的客套话。那要怎么破解这种随便？我一般会多给几个选项，比如具体问吃火锅还是烤肉？没错，或者问有没有忌口。哦，这样就缩小了范围，让他们有选择的余地。这也是一种沟通的艺术啊。是的，尤其涉及面子问题。面子在中国文化里太重要了。不好意思，直接表达喜好，所以才会说一些场面话。比如下次我请你吃饭也是。这句经常是客气话，对吗？大部分时候是的，不必当真。哇，那要怎么区分呢？观察对方的语气和眼神。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。那你们觉得呢？如果朋友说下次请你，你们会信吗？真的会期待被请，还是觉得是客套？哈哈，这确实是个好问题。除了吃饭，夸奖别人也很有学问。哦，夸人还会出问题。有时夸的不对，反而让人不舒服。比如夸人家你真会省钱。哈哈哈，那可能听着像在讽刺。尤其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对，比如夸女生你真能吃啊。哎呀，这真的会踩雷的。所以语言和文化真的很有趣。还有更复杂的情况，我们下次再聊聊吧。哎，别下次啊，现在就说一个吗？哈哈，你这么好奇，那我说个关于拒绝的。拒绝？中国人说话不是都挺直接吗？其实很多时候并不直接。真的吗？我以为不行就是不行。有时客气话会让人误解为有希望。哦，比如我考虑一下那种。对，或者可能有点难办。听着就像在说还有机会一样。我有一次请朋友帮忙，就听错了。怎么错了？他怎么说的？他说我尽力，我就以为能行。结果呢？没帮上忙是吗？后来才知道他只是委婉拒绝。哇，这太容易误会了。是啊，所以要听话听音啊。那大家觉得这种委婉拒绝多吗？特别是在正式场合很常见。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这样表达呢？这跟面子文化很有关系。面子，
是怕直接拒绝不好意思。对，也是给对方留台阶。原来是这样，真的学到了。所以听到下次再说吧，可能就是。哈哈，我懂了，就是可能没戏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关于可以。可以，这个词还能有错？有时它的意思并不是非常好。哦，不是很好是什么意思？比如你问味道怎么样，他说可以。我会觉得是还不错的意思。其实更接近过得去或一般般。哈哈，那就不是真的夸奖了。是的，这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。怪不得我朋友总说我误解他。所以，中文真的有很多言外之意。得注意语气和情境才行。有一次，我请朋友评价我的话，他怎么说的？是不是也可以？他先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挺有想法的。哈哈哈，那意思就是画的不咋地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当时我就懂了。这也是面子文化的一种体现吧？对，避免直接批评，让人难堪。真的处处都是学问啊。要多观察，多体会。哎，说到吃饭，我想到一个更奇葩的。哦，什么？跟多吃点有关系吗？对啊，多吃点有时候也会让人尴尬。哇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太出乎意料了。是啊，比如劝人多吃一点，有时候是对身体的负担。是怕自己吃胖吗？比如我已经吃得很饱了，但是长辈还在一直不停地劝。哦，感觉这是一种好意吧？当然是好意，但也让人为难。不吃又怕不给对方长辈面子。对啊，吃又担心自己会吃撑。这种心理压力真的不小啊。特别是那些爱美的女性朋友们，对自己的体重会很敏感的。哈哈哈，你说的确实如此啊。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更不好。有些人可能家庭不那么富裕。哦，你是说他们没钱买吃的？对啊，家里本来就没有什么，劝他多吃点，反而会让对方让他感到非常难堪窘迫。觉得自己的窘迫被看穿了。天哪，这方面我还真没想到过。所以我们说话真的要看对象，还要看清楚当时具体的环境。真是字字珠玑，句句都是学问。是啊，每一个沟通细节都重要，否则自己的好心也会办坏事。没错，会造成很大的误解的。今天我们聊的实在太有意思了。感觉这时间过得真快啊。从最开始的可以到多吃点，真的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啊。我觉得今天最大的体会就是，沟通要多一份体谅和理解。对，要多考虑对方的感受，不能只顾着自己想怎么表达。语言的艺术实在是太深奥了。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的一期，每一句话背后都大有讲究啊。那么，不知道我们亲爱的听友们，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呢？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说话情况。
是啊，或者哪些日常对话陷阱？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妙招，来避免这些尴尬的时刻吗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和我们分享你的精彩故事。你们的经验对大家都很宝贵。下次我们来聊聊一个新话题，聊聊如何更地道地表达感谢，还有如何巧妙地拒绝别人哦。